The second is a revolutionary mobile phone. We are calling it iPhone.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 iPhone 第一代呢，发表至今已经过了15年了。那这支 iPhone 第一代呢，是1月发表，然后6月左右上市后。那当年这样的排程，中间间隔的时间，也是为了确保这个跨时代的产品没有任何的消息走漏。那应该说，这台 iPhone 或者说当年其实没有人确定说它会叫 iPhone。关于它的外形啊、设计啊、整体的界面啊，苹果要怎么去定义它，大家都是一无所知。那其实，在苹果的内部呢，也只有一个非常小的团队知情。所以呢，在发表会的那一天，大家才真的知道苹果真的推出了一支电话，而且苹果怎么去定义它整体使用者的界面啊，还有整体的设计。那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回来会觉得说，苹果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甚至世界数1数2大的公司。可是，在当年，其实不要讲是在智慧型手机的市场啦，甚至在手机的市场，苹果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而这家公司呢，当初最畅销的产品就不过是一台音乐播放器。凭什么这家公司可以来定义说未来智慧型手机应该往什么方向走？说真的，当时其实是没有什么人看好的。那从现在看回去，已经过了15年，从当初一个革命性的产品，到今天我们大家对智慧型手机的定义啊、印象啊，我们都会很理所当然的认为，不是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吗？但是呢，其实在 iPhone 出来之前呢，智慧型手机已经存在在市场上好一阵子。那至少当年他们自称是智慧型手机啦。但是呢，其实当初那些自称智慧型手机，它整体的使用界面啊、设计，跟我们现在所了解的 iPhone 基本上是天差地别。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当年发表会的一些重点功能，大致上来比对一下，现在我们这些习以为常的操作方式啊、使用方式，跟当年所谓的智慧型手机比较起来有多大的差别？那或许从这个角度再看回来，我们就能了解苹果当初是冒了多大的风险走进这个市场。那首先呢，这个发表会虽然说当年大家不太确定说，这个就是苹果会推出手机的一个发表会。那其实呢，在当年也有这些爆料网站，大概在几年前开始就透露苹果即将要制作他们自己的手机。所以呢，在发表会的当天，我们这些都有在追爆料的人，大致上就可以猜到说，今天就应该是苹果发表手机的一天。那当天呢 ，Jobs 展现他超强的行销能力啦。那他一开始就以一种非常吊胃口的方式说，他们今天要发表的是3个不同的产品。第一样是一个全萤幕并可以触控操作的 iPad。那当年的 iPad 是小萤幕嘛，那它操作的方式是透过一个旋转的圈圈。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可是以当年大家对这个影音的需求越来越高的时候 ，iPad 那个小萤幕的设计其实有一点不太符合需求。所以呢，第一样产品讲出来的时候，得到非常多的欢呼还有掌声。Touch controls. 那第二样，他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手机哦。那当初他这个一讲出来，整个全场就是几乎在暴动的一个状态下。Is a revolutionary mobile phone. 因为这个是一个当年大家期待已久的苹果产品。那其实苹果在 iPhone 发表的前几年，有和 Motorola 合作过一支手机。可是呢，它整体上的使用方式基本上就是把一些简易 iPad 的功能放在一个手机里，所以比较像是一个可以听 iPad 音乐的手机。那整体的操作方式都还是跟当年的传统手机没有什么两样。那当然的，市场反应也不是很好。那从那之后呢，就是有消息说苹果即将推出自己品牌的手机。然后呢，他讲到了第3样产品，他说是一个突破性的网络连接装置哦。那我当初觉得说，这个顺序好像应该第2跟第3样应该交换过来啦。但我想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在最后这个产品讲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爆裂，所以先把观众的情绪安抚下来一点点。那所以呢，这个第3样讲出来的时候，现场的反应就是还好而已。然后呢 ，Jobs 又再次强调3样产品：触控的 iPad、革命性的手机，还有网络沟通装置。那我当时就在想说，有必要拆成3样产品吗？还是苹果又要开始挤牙膏了？然后呢 ，Jobs 又重念了2次：3样产品。iPad 手机网络装置 iPad 手机网络装置，然后他说：“你们听懂了吗？这个不是3个装置，而是集合所有的功能在同一个装置。那这个装置呢，就叫做 iPhone。那当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下面有一个注解说，苹果会重新发明定义手机这个装置。然后他们放了一张很搞笑的图，就是把
当年的 iPad， 然后下面加那种转盘拨号的按键。那其实他当年的发表会常常会加入一些很有趣、很好笑的桥段，让整个发表会并不至于太过干燥。然后呢，在 Jobs 就提到，现在目前市面上所谓自称是智慧型手机的装置，他们结合了手机、email， 然后一些上网的功能，然后一致性的都有一排键盘在他的手机下面。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非常的不智慧，然后也非常难用。那其实上面他列出那些手机，当初那台 Moto Q 我也差点买了，可是一直有听到苹果要推出手机，所以我想说，再等等看。然后 Jobs 说，他们想要推出的是一个革命性的使用界面，更好的结合软体和硬体。那进一步的去解释说，为什么下面有一排键盘的这样的设计，其实是有非常多限制的，因为你很多功能其实是与时俱进嘛，不管你是要上网啊，或者是当年可能还不知道会有 App 软体这些东西在手机上面。那如果说你有不一样的软体、不一样的操作方式或不一样的功能更新，可是下面的键盘在你出厂的那一刻就已经锁死了，那事后要再加什么新功能，你就只能用软体更新，然后可是使用者又不太可能会去知道说，这个按钮现在有什么新的功能在上面。所以呢，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把键盘移除，变成一个很大的荧幕。大荧幕，对，这个比较一下当年的大荧幕跟现在的大荧幕，哇。然后呢，他也提到不要使用触控笔，直接用手指去操作是一个最直觉的方式。好，那我们刚说到要来讲一下当天发布的一些在当下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功能。那其实从它开机的第一刻开始，我们就看到一个滑动式解锁。那这个滑动式解锁其实是解锁手机，那可能没有什么稀奇。可是我当初看到它在操作的时候，那种手触控荧幕直觉性的去滑动一个东西，去操控它的反应，当下一看到就是超级震惊。因为当年没有一个消费型的产品，有任何触控荧幕类似的产品有做到这种滑顺操控感。那其实其他的竞争厂商，我们就讲 Android 来讲，那 Android 的触控荧幕其实也是在 Android 出来几年后才达到苹果当年第一支 iPhone 的水准。那再来呢，他介绍的功能就是到 iPad 的选单里面。那我们知道 iPad 里面存了非常多歌，那先前是用一个转盘方式去操控，其实也是算非常方便。可现在你可以非常直觉性的看着你的歌单，然后用手指去上下滑动这个歌单，然后它到了底端或者顶端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个橡皮筋弹力的这种感觉。那这个一切操控都是非常自然跟直觉性的。那其实在当年其他的智慧型手机都还是非常依赖按钮在操作嘛，因为根本没有什么触控的智慧型手机。那你要选东西的时候，你就只能一直按上或者是按下，那可能旁边有一个快捷键可以跳到下一页或跳下10个这种按钮，所以你必须要记着它上面有什么按钮，可能是会有什么功能。如果你今天要快速跳页啊、翻页啊，或者选到下手的时候，你才能这样做。那当初可以看到它这样滑动，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感觉。那再来讲的就是电话的功能嘛。那首先当然就是你所谓的电话簿，就是一目了然，可以看到所有人在上面。那你电话簿里面的资讯也是可以直接从你的电脑输入到你的手机里面。那这样不管在整理上啊，还有加入什么都能一起同步。那再来呢，它就展示这个拨号的功能。那在这边我比较震惊的一点呢，是说它在拨出电话之后，那你可能在非常直觉，在整个大荧幕上面就能看到说，你现在按什么，它会进行什么动作。那最重要的点是在它有插拨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清楚你现在正在跟谁通话，那你可以在这两者之间用触控的方式去切换。那上面直接有一个钮说，如果你今天要进行3方通话，把2个通话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直接按下那个钮就可以进行3方通话。那我记得当年我的老一点手机有这个功能，就在你通话的时候，如果要进行3方通话的时候，你要按的一个选单 option， 这种时候那个按钮可能跟挂掉电话或接电话那2个按钮有点接近，有时候不小心按错，那你点进去之后，它可能会有再几个选择，然后你可能要再跳到选单里面什么3方通话，然后选下去才有可能这样做。所以我当初看到这样可以直接进行操作，也是非常的兴奋。那其实也不用我讲，你就光它可以用3方通话那么轻松做到这一点，那一天观众当下的反应。That right here, and now I've created a conference call. 你就可以知道当初市面上的手机有多难用。那再下一个人，他讲这个视觉语音信箱的功能，那这个东西在美国有了，在台湾我一直是还没有看到。那以前如果有人留言给你，那你要拨一个电话，然后去那个语音信箱，然后开始慢慢等他念完他的选项，比如说按1是下一则啊，按2是删除啊，你要听完之后，然后你才能跳到下一则。那如果你今天有10则留言你没有听的话，你可能就要一个一个听完，或至少要听一点点，然后才能按到下一则。那整个是非常难使用的一个方式，你可能光要听个留言，你就要耗个几十分钟在上面。那当初 iPhone 推出来的时候，就直接整合这个功能，在你的荧幕上可以看到，有谁留言给你，你可以直接去点，就听他的留言就好。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操作方式。那再来呢，我个人觉得最大的经验点之一，就是它进到照片这个 App 的时候，照片的 App 你点进去，它当然有很多的照片可以去看。那当初用这个算是非常大的荧幕去看照片，也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那你在选照片的时候，左右去滑
动啊，跳到下一张什么等等，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操作方式。那让我最惊艳的就是当他要放大照片的时候，他把手机转过来，你直接用手指去缩放就可以放大跟缩小照片。那你们现在听起来可能觉得说这有什么？可是其实在当初这个操作方式真的是哇，你基本上听台下的反应，就可以知道大家对这样可以直接去触控荧幕的这种那么自然操作的感觉有多么的惊艳。那记得当初在 iPhone 正式上市啊，我去店里面排队买的时候，买完之后呢，我就到苹果商店里面去玩那只手机。那我第一个拿起来，我要玩的就是去放大缩小照片。那当初在店里面的另外一个苹果店员看到我在用这个，他说：“非常酷，对不对？可以这样用手指去缩放。”我说对啊，我就在等这一刻，亲自过来操作看看是不是真的像发表会上面讲那么滑顺。然后他说，当他们第一个拿到这个测试机的时候，他第一个玩的也是这个功能。那在当年来讲，你要在手机上面看照片，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那首先先不讲了，就是说有一大堆照片，你要慢慢按着钮，一个一个跳着去看的时候，有多么不方便。一张跳到下一张的时候，它之间是用一个不是很滑顺过去的感觉，应该说你这一张你跳下一张，你按个钮，它就是闪到下一张，闪到下一张，而不是这种你可以拖拉去跳到下一张的感觉。那如果你要放大去看一张照片的时候，你就是一样，你要记得上面有哪一个更多选项的功能，点进去有一个可能是放大，然后你再点上放大。然后可能再有其他2个钮是操作放大跟缩小，你再去按它，所以那个整个步骤非常的繁琐，你又常常会按错。所以呢，我当初看到那一部可以直接用手指去缩放的感觉，就觉得说这才是本来就应该有的操作方式啊。那下一个我觉得很震惊的点啦，就是在它使用 Google Map 地图的时候，那当年呢，我们如果说要使用地图啊，或是 GPS 什么等等的功能，我们是有分开另外一个装置，像是当年的 Garmin 啊、TomTom 什么等等。如果你要找什么地图的话，就在上面去找，或者是一些餐厅的电话什么等等，就要依赖那种装置哦。那当初他就直接在上面搜寻到一个星巴克，那星巴克他就点下去就可以显示那一家星巴克的资讯、电话什么等等。那这些我们现在看起来习以为常的操作方式，当年是你要么就是用一个电脑，马上 Google Map 什么慢慢去搜寻，要么你可能要拨一通电话去搜寻哪一个地方的店家什么电话啊，你要慢慢等。那或者是像我讲，你要有一个分开的 GPS 装置，可能可以帮你搜寻到。所以当时看到他在手机上面直接叫出这个地图，然后直接在地图上面一个特定的区域搜寻你想要找的商店，这种你每天日常使用真的会让你方便性提高很多的这种事情，就是让你觉得啊，这个装置就是瞬间把手机带到了下一个时代，它基本上就像是一台小电脑一样。那再来其他功能，像是收发 email 啊，还有现在上网啊，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网页，这些等等的功能，当初在其他智慧型手机，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网页版，那点进去，它为了节省它的流量什么等等，它会显示非常少的资讯。那你要去点选一些你要看的资讯的时候，因为不能触控嘛，你就是要用个什么十字键慢慢去移动这个画面，找到你要的资讯才点下去。所以就变得很奇怪，是说当初的网页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功能、很完整的资讯在上面，可是因为当年其他设计智慧型手机的厂商把它限制成一个很小的萤幕、很难使用的操作方式，变成你有非常多使用的资讯，像是 Google Map 啊、网页什么这些等等，就算使用当年的智慧型手机也是非常难去接触到这些资讯。那 iPhone 当年这样一推出来，这样的触控萤幕、大萤幕整个操作方式，瞬间就把手机跟电脑的距离拉得非常的近。所以呢，我刚讲的那些以上种种功能，那这样看起来，在 iPhone 出来之前，智慧型手机的样貌跟界面真的是现在的人很难去想象的。那可能很多人会说，苹果不是就是推出一个东西啊，整合一堆现有功能的一家公司而已嘛？它只是基本上本来就顺着大家要往的方向走，然后把它整合的比较好而已。那你现在看回来，会不会觉得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呢，就算在 iPhone 推出来之后，当你以我的角度啊，可能会被别人说是果粉什么，我就会说哇，这个才是应该有的样子，这个才是我们应该要的操作方式。但是呢，其实当年认同 iPhone 这个方式是未来智慧型手机应该走的方向的人并不多。那整体不管是市场分析师啊，或是有已经在使用智慧型手机的人，对这个方式也并不是都很认同。所以呢，其实当年是并不太被市场看好的。那先不说啊，像另外一个阵营微软是怎么嘲笑它的，我觉得还是说一下好了。当年微软 CEO 就是有被电视访问 iPhone 推出来之后，他就说，你们现在微软已经有很多智慧型手机，那现在苹果推出了 iPhone， 他们操作方式啊跟使用者界面跟你们完全不一样，你们会不会觉得说有受到威胁的感觉？那微软当年 CEO 听到这个问题就直接笑出来。$100? That is the most expensive phone in the world, and it doesn't appeal to business customers because it doesn't have a keyboard.
keyboard, which makes it not a very good email machine. 那他的言语间跟表情基本上就是非常鄙视 iPhone 这个产品。那虽然他的讲法是说，他觉得 iPhone 太贵，可是其实他有拉回来说，他们有非常多智慧型手机的产品，那都已经在市面上非常久了。基本上从他的用词跟访谈，你可以听得出来说，他根本不把 iPhone 当一回事，打从心里就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应该走的方向。但其实除了微软，也有非常多主流的媒体对 iPhone 充满了怀疑。那首先嘛，毕竟苹果当年也不是什么大公司，那市场的主流还是微软那一类型的智慧型手机啊，还有当初的黑莓。那他们一般市场比较认为说，最终还是会微软跟黑莓的对抗。那虽然说当年的黑莓机算非常流行啊，可是毕竟微软在电脑市场啊，还有商务市场都有绝对的市占率嘛，所以呢，当初有非常多的市场分析，只要当微软一认真起来，再结合他们现在现有作业系统的市占率，基本上非常少公司可以跟他们抗衡。那其实当年苹果是一个小公司嘛，那另外大家对苹果的看法就是说，他们好运啊，推出了一个音乐播放器起死回生，但以电脑作业系统的市占率来讲，还是低得非常可怜。所以呢，当初也不能讲他们那种分析师的看法是错的啦。微软市占率这么大，以他们在电脑方面的成功，就直接开放给让所有的现有的大的手机厂啊，去帮他们制作智慧型手机的话，应该理所当然，未来的行动装置的市场也是由他们掌控，对不对？那其实当初也只有大概像我这种少数的果粉，一直会跟身边的人说，哇，你看这个 iPhone 多酷，然后我当初也是第一天出来就去买啊，然后跟身边的人一直讲。那其实当初整体大家对这个是抱持怀疑的。虽然说以结果论看来啊，现在苹果这个方式是赢的没有错，那现在智慧型手机也都是往这个方向走。那苹果走到现在也变成世界数一数二大的公司后，可是以我刚刚讲的那些例子看回来，你可以知道苹果当年推出 iPhone 决定打入这个市场是冒了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其实以当年苹果的规模来说，进入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市场，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啦。因为他们当年面对的是比他们大几百倍的公司，不管是手机大厂啊，或者像微软啊、Nokia 啊、Motorola 这些等等，然后再另外加上当年美国的电信业者其实非常非常的强势哦，任何手机想要在他们的电信业者里面去卖，完全都要让他们得到非常高的抽成，那甚至也要被他们强迫在手机里面植入他们的软体，或者后面印他们的商标。那你如果没有电信业者的支持，你的手机基本上是卖不太出去的。这也是为什么苹果当年其实刚推出 iPhone 的时候，只有跟一家电信业者合作，可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好，那我们现在相对看回来了，15年过去了后，我们觉得这一支到这一支这样的进步够吗？那苹果是否也变得跟当年的手机厂一样，变成一个牙膏厂？那其实从当年 iPad 第一代发表到 iPhone 第一代发表之间，也总共才隔了5-6年左右。那从当年 Steve Jobs 回到苹果开始，可以说是年年有不同的惊喜。那就单以 iPhone 来说啦，它当年至少都是2年一大改。功能性上面呢，当年的 iPhone 算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产品哦。那到中期的时候，其实其他厂商慢慢赶上来，可是 iPhone 还是有非常多像相机啊什么等等的功能，还是超越其他厂商非常多。那到了现在，可能在处理器还有稳定性上面之外呢，其他厂商也慢慢追上来了。但当然啊，在整体的生态链啊、产品所有的整合性上面，苹果目前还是遥遥领先其他的厂商。那今年呢，也可能是我们会看到苹果在 Steve Jobs 离开之后第一次推出革命性产品的一年。那这也是一个真的时间，我们来验证一下，在 Steve Jobs 走之后，那在他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个产品的情况下， Tim Cook 是否真的可以把苹果再带到下一个时代？那我觉得今年推出这个产品，还有未来的几年，就是真正的考验了。好吧，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大概讲一下当初 iPhone 发表的时候。那我大概从头看到尾，从当年只是先开始用 iPad， 到后来买了 iMac， 慢慢使用非常多的苹果产品，然后等待 iPhone 推出的时候，然后从当年看它在发表会上面，那每一样推出的功能都是一个惊喜，然后在未来的几年改变了整个手机的市场，然后到了今天，我们其实也蛮期待说苹果下一个革命性的产品会是什么。OK， 那如果你们不管有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啊，或是对 iPhone 的历史有什么了解，有漏掉的地方，你们想要分享你们的经验，或者想要补充什么的，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大家可以一起讨论。OK， 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